你敢信吗？困扰物理界100年的量子力学谜题，居然能用你每天刷短视频聊 AI 时用到的神经网络原理彻底说透。薛定谔方程不是天书，量子纠缠不是超自然现象，波函数坍缩也不是宇宙的随机抽卡，这一切都源于一个颠覆认知的发现。我们训练 AI 的数学工具和描述基本粒子行为的公式几乎一模一样。如果把整个宇宙想象成一个巨型神经网络，量子力学瞬间就从玄学变成了系统处理数据的日常操作。打个比方，薛定谔方程就是这个超级网络的核心算法。物理学家口中的粒子概率云，其实是系统还没完成学习，处于不确定性的状态，对应深度学习里的损失最小化过程。而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量子纠缠，不过是网络里的共享内存，两个节点哪怕在架构的不同部分，也只是同一系统里的普通数据相关性，根本不是什么远程神秘联系。以前我们总觉得量子世界无序又随机，现在才明白，那些量子效应只是系统学习过程中的噪声，等它积累足够数据完成学习，就会发生观察作用或者波函数坍缩，不确定性消失，我们就能看到清晰的物理结果。在经典物理学里，牛顿定律、相对论这些自然法则被当成刻在宇宙骨子里的永恒铁律，但在神经网络模型里，物理定律根本不是不可动摇的教条，它是宇宙学来的规则。就像生物进化淘汰无用性状，也像 AI 的强化学习筛选最优路径，宇宙也经历了这样的试错学习过程，只有最有效的物质相互作用算法能存活下来。更颠覆的是，像引力强度、电子质量这些我们以为固定不变的物理常数，在早期宇宙里可能根本是波动的。这就像 AI 刚训练时的随机权重，那些会导致宇宙崩溃、混乱的参数设置被直接淘汰，能形成恒星、原子，这些稳定结构的则被保留。在这个过程中，神经网络靠减少损失函数优化自己，宇宙则靠能量不稳定性来扮演错误信号的角色，让物理相互作用逐渐形成能让系统长期存在、高效分配能量的形式。说白了，我们奉为圭臬的物理定律，不过是这个超级网络记住的最成功、最稳定的解决方案，而且时空还能存储过去的状态信息。就像网络有学习惯性，一旦找到强核相互作用这样的成功方案，就会成为所有后续过程的基础。这也完美解决了宇宙为何完美适配生命的难题。我们根本不需要相信无限多元宇宙的巧合，只需要承认宇宙是个自我学习的系统，通过试错算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参数。我们就活在一个不断进化的训练好的算法里。宇宙里的热过程居然成了宇宙是神经网络这个理论最硬核的实证。你肯定听过熵增定律，混乱会不可避免的增长，但在机器学习里，熵其实描述的是信号传递时的信息损失。科学家研究发现，宇宙空间扩张、物质分布的动态居然精准遵循着优化神经网络的数学法则。这个超级网络一直在平衡计算能力和热量散发，就像 AI 学习时会从高混乱状态过渡到有序状态，同时以熵的形式释放多余能量。我们在宇宙尺度上观察到的也是一模一样的过程。更炸裂的是，引力居然不再是一种基本力，而是系统追求信息平衡的副产品。简单说，大质量物体周围的时空弯曲不过是神经网络在局部压缩数据、优化节点连接的物理表现。就像 AI 会把重复信息打包压缩，宇宙也会用引力打包物质，节省计算资源。这么看来，我们整个宇宙的热力学其实就是现实最深层处理器上计算过程的镜像。宇宙的精细调整这个困扰科学家几十年的难题，终于有了新答案。只要基本物理常数有一点点偏差，恒星可能永远不会点亮，原子也根本形成不了。但在神经网络的框架下，这根本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幸运，而是我们熟悉的梯度下降算法的结果。就像 AI 会不断调整权重来解决特定任务，早期宇宙也在无数次互动迭代中调整自己的内部参数，最终达到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最稳定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宇宙里所有参数都完美适配，不是多元宇宙里的巧合，
而是系统自我学习、追求自我保存和结构复杂化的结果。更让人惊喜的是，生命和意识可能根本不是偶然的副作用，而是优化这个超级网络的必要工具。当我们观察世界，做出科学发现时，其实是在帮宇宙收集反馈，扮演着这个宏大计算过程里的活跃元素。也就是说，宇宙的精细调整不是静态属性，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既是这个过程的结果，也是推动者。大多数人都觉得宇宙是由微小的物质粒子构成的，但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现实的本质根本不是物质，而是信息。在神经网络模型里，电子、夸克这些物理粒子不再是一个个坚硬的物质点，而是稳定的信息模式。就像超级网络里的节点，好比屏幕上的图像是由0和1构成，而不是物理颜料。这个观点还能完美解释量子纠缠。如果两个对象在网络架构里是信息相连的，它们根本不需要通过光速在空间里传递信号，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同一个文件或逻辑块的一部分。所以一个的改变会瞬间反映在另一个上，不管在我们的物理空间里相隔多远。而且现实还有一个分辨率限制，物质和能量都只是衍生属性，是信息比特或量子比特复杂相互作用的结果。宇宙就像一个巨型处理器，基本的相互作用不是粒子交换，而是逻辑状态的传递和处理。我们终于从物体的物理学转向了关系的物理学，信息才是唯一的真正实体。如果宇宙本质是一串信息代码，你觉得我们的意识是代码里的什么程序？评论区聊聊你的脑洞。暗能量一直被当成推动宇宙扩张的神秘推手，但它的密度可能会随时间变化。在神经网络理论里，这找到了精准到让人惊讶的解释。我们说的暗能量，其实就相当于神经网络的学习速率。在编程里，这个参数决定了网络每个阶段更新连接的强度，就像 AI 刚训练时需要高学习速率，快速形成基础结构和逻辑联系。早期宇宙的剧烈膨胀和扩张，其实就是这个阶段的表现。而当系统积累了足够信息，越来越智能后，学习速率就需要调整，避免混乱，固定那些成功的解决方案。这就是暗能量密度变化的原因。与其说星系在向虚空无意义的扩散，不如说空间扩张就是数据处理的过程。等学习速率降到最低，宇宙可能会进入一个稳定的平台期，信息结构最终成型。这直接把宇宙学从描述物质机械运动的学科变成了分析全球认知过程的研究。每一兆帕秒的扩张都是宇宙智慧迈向最佳状态的一步。长久以来，科学家一直在争论，我们的宇宙是不是一个按清晰代码运行的巨型数字机器？但数学证明给出了答案，现实具有非算法性质，也就是说，宇宙的行为不能像普通电脑游戏那样用一组预设命令完全预测或描述，而神经网络模型刚好完美适配这个特性。它不遵循严格的指令，而是不断学习、适应，还能及时创造新的解决方案。这和经典算法完全不同。神经网络能做概括，能有直觉跳跃，这些都是无法用预设计算出来的。而我们观察到的物理过程刚好展现出了这种灵活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自然界存在真正的随机性和自由意志。宇宙不只是在执行代码，它还在不断寻找最优状态，展现出我们通常和生物智慧、意识联系在一起的特性。而且适用于物理系统的不完备性定理也证实了现实的非线性。世界一直在生成新的意义和结构，这些根本不是大爆炸时就预设好的。我们不是活在一个僵化的机械系统里，而是活在一个动态的意识流中。从原子到人脑，每一个新的复杂性层次都是这个超级网络创造性探索的结果，目的就是超越简单的算法计算。以前我们总觉得观察者只是站在宇宙之外的旁观者，但在神经网络模型里，这个观念被彻底颠覆了。我们不只是生物进化的产物，更是这个全球计算系统里的活跃节点。意识观察或者量子测量的过程，功能上就等同于神经网络的反向误差传播算法。每当我们确定粒子的状态，做出科学发现时，其实是在给整个超级网络发送反馈信号，促使它更新权重，
细化物理现实。这也解开了量子力学里的一大谜团，为什么观察者的存在会影响实验结果？在神经网络的框架下，这完全合理。系统不需要在没有活跃节点的空白空间里计算所有细节，但一旦人类这个节点或者复杂仪器请求数据，它就会立刻显示具体结果。把概率转化为明确的物理事实，我们其实在帮宇宙认识自己，扮演着处理经验反馈到宇宙数据库的局部处理器角色。意识不再是神秘的异常，而是系统运作的必要组成部分。没有活跃的观察者，神经网络会一直停留在无限的草稿状态，参数永远不确定。我们的存在和好奇心，就是推动这个宏大智能系统不断发展的燃料。每个人都在为整体现实图景贡献着微小但不可替代的力量。全息原理说，三维空间体积里的所有信息都能完全记录在它的二维边界上，这在宇宙式神经网络的模型里根本不是什么奇怪的几何异常，而是机器学习里高效的数据压缩机制。这种问题在 AI 里是用自编码器解决的，它会把大量输入信息压缩成紧凑的隐藏表示，只保留最重要的核心内容。我们的现实可能也遵循同样的节省计算资源规则，它不会浪费比特去填充空白空间，而是在事件的表面上操作信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黑洞的熵和它的面积成正比，而不是体积。说白了，我们感知到的深邃三维空间，其实是解码更密集、更紧凑的信息结构的结果。就像神经网络从混乱的像素流里提取核心特征一样，物理现实会过滤掉信息噪声，只留下维持结构稳定性的规律。我们其实活在全息压缩之中，每一个对象、每一个事件都只是更深层次、更经济打包的数据的投影，存储在宇宙网络的基本层面上。理解全息压缩能让我们跳出物质之上的固有认知，重新思考存在的本质。我们不过是宇宙深层数据的投影，却能参与到这个宏大的计算系统中。关注我，带你用最前沿的 AI 视角解锁宇宙的终极谜题。别忘了点赞加收藏，下次想看宇宙干货的时候就能第一时间找到我。你觉得宇宙最神奇的信息压缩现象是什么？评论区告诉我。